现在很多人啊，结婚的话不一定办酒水，要看老婆。如果我是无所谓，不要好的亲戚朋友吃顿饭就可以。对，我觉得我是更倾向于这种现在的一个孩子，作为一个工人阶层来说，确实很累，压力很重，想要但是不敢要，负担不起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裤。这个视频呢，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上海办酒席还有丁克的这两个话题。哎，祖哥，那我举个例子啊，如果说你结婚之后嘛，你还会要孩子吗？因为你已经40岁了嘛。想要但是不敢要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负担不起。现在养个孩子不像我们父辈养我们当初，就是负担那么轻了。你想现在的一个孩子到出生，对吧？出生你要去月子会所，对吧？你要好一点的4、5万，要吧？为了自己老婆，为了身体你肯定要用了。会子月所出来平时的孩子生病啦，吃尿片，现在奶粉大头吧，基本上现在都是用进口的比较多，尿不湿，对吧？这两个就是大头。然后孩子如果生病，好了，你就这都是钱啊，对不对？还有比如说以后孩子要早教，幼儿园一个，还有那个以前有那个托儿所，现在没有托儿所，现在是托幼机构，你要去找啊。反正就各种教育的这种费用，对，就是成本很高，养育一个孩子成本很高，要几百万把他培养出来的话，这大概是上海这边的。反正就是作为一个工人阶层来说，确实很累，压力很重。你以前养孩子是把他培育成一个劳动力，那你现在养孩子不是一个劳动力，是一个有一点像一种培养成才是一方面，就是说的夸张一点，你是在培养一个艺术品。没有人希望我养的孩子以后长大他没出息，以后学历高工作好，那你这都是要花销的。小学就要开始了，对吧？你教育机构虽然说现在教育机构是没有了，但是并不意味着你能省心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么外面培养，要么你自己培养。自己你没有太大能力，就外面培养，对吧？孩子从那个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大学出来以后，他如果他有更深的要进修的愿望，硕士、博士，对吧？或者是要去国外进修，那都是要靠父母的。那还有的就是家里条件还可以的，也不想要孩子的也有。这方面可能是考虑自己太累，不想被束缚，也有可能。这个就每个想法不一样，也有可能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现在好像很多人啊，上海人，结婚的话不一定办酒水，裸婚吧。周边的朋友好像也有这种打法，但是属于形式吧。实际上很多还是说是说不办的，到最后还是会办一场。要是份子钱收一收，对吧？那像你的话，你会办吗？婚礼比较正式的那种。会听从这个不能听从个人意愿吧。比如说要看老婆，如果说以后他想要办，那肯定还是要办一场，因为一个婚礼的一个仪式感，女生还是很看重，关键还是要看女性的。比如说你老婆喜欢办一个婚礼，或希望有个仪式感，那你是不能缺的，对吧？因为婚礼嘛，虽然说也是一场很隆重的，代表自己完成一个人生阶段，有些人喜欢这种仪式感，那你要办。如果有很多人无所谓，那就不用办，看对方。我是觉得看对方，我是无所谓，不是说要强制性要办。我觉得我个人的话，要好的亲戚朋友吃顿饭就可以。对，我觉得我是更倾向于这种西方的那种。我找的朋友并不是我要找什么同事啊，我觉得我认为可靠的至亲的朋友，把他们聚起来分享我的快乐，说明我结婚了。我跟我妻子跟你们招待一场，大家认识，就是更多的是那种倾向于就像朋友宴会一样的，随意一点，随意一点。办一个什么酒水会啊，什么自助餐什么那种形式，实际上我觉得也蛮好的。像现在这个上海办婚礼，这个成本其实也不低啊，是吧？不低。酒水婚庆、司仪、场地，小可10几万，大可几十万。对，要看家里一个是人多少了要。对，各方面吧，看自己个人经济实力吧。这没有标准化的哈，你觉得家里或者双方认可的，或者是经济实力宽裕点的，那你可以办得好办。那如果你觉得你家里像我们这种工人阶层的，规模缩小一些，对吧？这要看个人情况的。